仲夜兰是华浅费尽心思要嫁的男人，两人青梅竹马。仲夜兰误以为他是小时候陪着自己一起祈福的人，后来在华浅的设计下，仲夜兰误会自己毁了他的清白，更要对他负责了。仲夜兰娶了华浅为妻，口口声声说着对他负责，会好好对他的，可事实上仲夜兰根本就是说一套做一套，十分的虚伪。的确，华浅是用下作手段嫁给仲夜兰的，不过此时的仲夜兰并不知道，她实际上已经被慕瑶所吸引，不过一直不敢承认罢了。她不愿意承认自己喜欢上了慕瑶，却在新婚之日抛弃华浅，这对于任何一个女子而言都是莫大的羞辱。面对华浅的体贴大方，对自己的深情不悔，仲夜兰更多的是心虚，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来。在表面来看，她还是一心为华浅着想的好丈夫形象。在华浅面前，她和慕瑶仿佛真的没有什么，她收留慕瑶在仲家也没有什么私心，其实不然。无论是新婚之夜还是回门之日，华浅都表现得十分贤良大度，即便是仲夜兰婚后一直睡在书斋之中，华浅也没有说什么，这其实让仲夜兰松了一口气的。他不愿意碰华浅，和华浅圆房，他过不了自己心里这关，他心中的人一直都是慕瑶，但是在面对慕瑶的时候，他又冷言冷语，用道德标准要求自己，因为他知道慕瑶不会给自己做妾，而自己也已经是有妇之夫了。仲夜兰就是一边心里想着慕瑶，一边又给华浅说着我会对你好这样的话。在仲夜兰的生辰宴之上，华浅特意把慕瑶推了出来，在原著中这一段把仲夜兰的心思完全写了出来。面对华浅的大度，仲夜兰有点排斥，同时也有一些期待，因为这样一来自己就不用两难了。不过后来他又清醒了过来，因为他知道慕瑶是不会给别人做妾屈居人下的。看到华浅十指不染阳春水，却愿意为了自己洗手做羹汤，这个时候仲夜兰心中只有愧疚。听到华浅和仲西武对话说爱他至深的时候，仲夜兰心里想的却是如果华浅没有这么喜欢自己该有多好。或许华浅没有那么喜欢他，便可以没有任何负担的喜欢其他人吧。因为华浅对自己的情谊，仲夜兰决定要把慕瑶送走。不过这一切还没有来得及，华浅就为他挡了一剑。当时仲夜兰的心中是如此想的，只要他能醒来，那此生我身边只有他一人足矣。这个时候仲夜兰已经吩咐了手下人去把自己的东西搬过来，可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华浅会把曾经的一切和盘托出，所有的一切都是谎言。也是这个时候，仲夜兰答应帮助慕瑶查当年的事情。其实仲夜兰一直都在犹豫不决，嘴上说着会负责，这辈子不会负华浅，实际上却并非这么做的，真是太虚伪了。